我和闺蜜是修真界的两大混子，她是清冷仙尊的娇弱侧妃，我是疯批魔尊的跋扈侧室。靠做大佬的挂件，我俩狐假虎威，战战兢兢苟活了上千年，直到一杯要搂的女子踏云而来，整个九霄为之侧目，咱金主的眼神也飘了。晚安。女主带着万人迷光环来砸咱这两条咸鱼的铁饭碗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和闺蜜对视一眼，嘿，废材。还好那只是人设。天刚擦黑，凌霄宝池畔凉亭就飘起了烤肉香。我和桃子一人一只仙鹤腿，吃得不亦乐乎。桃子含糊地嘬着指头，我那便宜夫君药铺里的仙草都快被我薅秃了。女主她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啊？我嚼，我从魔尊内顺的法器也快把偏殿给撑爆了，要不咱俩主动接他去。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议论声，快看那对卧龙凤雏又在霍仙兽，一个病恹恹的绿茶，一个只会耍威风的草包，真当绝配。几个小道童躲在长廊柱子后朝我们指指点点，眼里的鄙夷都快掉出来了。我和桃子默契的对视，桃子立刻娇弱的咳嗽两声，若柳扶风般往栏杆上一靠，我则把玉杯重重一摔，看什么看？再看一人塞只鹤腿，看宗门师傅不把你们揍得亲娘都认不出来。靠山崩塌前，人设绝不倒。就在这岁月静好，混吃等死的和谐时刻，天边忽而霞光万丈，仙乐飘飘，祥云铺就的长毯自九重天垂下，一道素白身影踏云而来，所过之处枯木逢春，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开出了九品灵花。我勒个豆，女主来了！我一把拽住桃子的广袖，快，趁它发光发热，赶紧薅点灵花。我俩火速蹲地，疯狂收割起女主光环的周边。这朵能炼延寿丹，这片叶子值300灵石，发财了发财了！桃子眼睛放光。话音未落，两双香金嵌玉的大猪脚蹄子疾驰而过，精准无误地碾过我们刚堆好的制服小山包。稀碎，大胆，哪两个不长眼？我一跃而起。桃子凉凉一指人群中心那抹骚包红，别冲动，是你老公。我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只见我那暴脾气的魔尊夫君娄烨，此刻正捧着女主的脸，眼神柔得能凝出水。傻逼妹妹，你回来怎么不早说，本尊好去接你。边说边不忘用他那宽大袖袍把我挡得严严实实。更绝的是，一旁清冷出尘的司命仙君谢清将紧随其后，单膝点地直起女主指尖亲吻。莎儿，我好想你。我手肘捅捅桃子，你丈夫。他毫不示弱，你爱人。我也迎难而上，你官配。桃子，你家臭宝。你娃他爸。桃子当场破防，打住，这句太恶毒了吧。我和桃子穿进这本仙魔虐恋、危险娇妻带球跑时，不过是两个被毕业逼疯的博士。我搞物理，他研究植物。我穿来时正在跳追魂台，原主是被魔尊娄烨始乱终弃的炮灰女配。电光火石间，我一把薅住崖边藤蔓，顺手把旁边看戏的娄烨也拽了下来。知道为什么留你一命吗？他后来恶狠狠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因为你是第一个敢拿本尊垫背的。再后来，他发现我拿报废魔器改的一魔指环竟能缓解反噬，便将我扣了下来，安了个测试名头。桃子更绝，她穿成了仙尊谢清将宿敌的女儿，落地就被谢清将捆了。就因桃子眼角有颗泪痣，向她白月光女主一句替父赎罪，便将她塞进了仙府当替身。仙魔大战时，我俩作为随军家属坐在后方嗑瓜子，隔着尸山血海，竟恍惚间望到了彼此。第30堂糖醋里脊配方是啥？我大声试探。番茄酱3勺，白醋2勺。桃子嘶吼。我俩抱头痛哭，好的两边鸣金收兵。100年间，我偷摸熔炼法器，手工打造鸳鸯锅，桃子拿谢清将的药谱养魔鬼蛟。储物匣越来越胖，云南菌子、川西花椒、重庆牛油块，全是我俩偷藏的香香好物。计划着等正牌女主归来，我俩收拾收拾东西，逃之夭夭。人可算来了，咱的3届第一锅计划开搞。桃子抖出香料袋那刻，八角与香叶的心裂轰然炸开，熏得廊下仙鹤直打喷嚏。培育成了，
递到火锅香料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功夫嘞。他拍拍胸脯，我俩激动的当场蹦成峨眉山猴子。我助锅，我炒料，定能客似云来，转翻3界。桃子眼睛一亮又一亮，正为创业蓝图嗨到不行，身后忽地传来一声冷嗤。哦，这难不成就是我那2位好嫂嫂？我俩循声望去，女主沙碧不知何时穿过人群走了过来。我盯着她腰间晃荡的红珊瑚链子，硌得眼睛生疼。娄烨上月明明说这是给我准备的生辰礼，3界独一份。她微微颔首，腰杆却没弯下半分。瞥见我手里攥着的八角，她惊讶地用帕子掩鼻，眼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。这位嫂嫂们的品味还真是好接地气。她最后4字咬得又轻又脆又大声，满场修士顿时笑倒一大片。有仙额尖声附和，就是哪有修仙之人随身带这等俗物，熏得我头疼。山猪吃不来细糠，村姑可不就爱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刻薄话紧跟着砸来，仙君魔尊就在一旁，却始终没有作声。我俩慌忙把香料团吧塞兜里，像被抓包偷吃辣条的小学生。人群哄笑声中，2位男主脸色黑如锅底。魔君娄烨气得额角的青筋暴起，还不滚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仙君谢清将则急急转向沙碧，想撇清他就是个侧室。正妻之位，本作早就有主意之人。经典渣男3连。桃子白眼翻到天际，悄声吐槽，否认关系，贬低前任，当众舔狗。围观群众起哄声掀翻了天。女主的拥趸趁机嚷开，沙姑娘100年苦修中成大器，俩废蛋女修100年白活，烂泥2滩，如何能与沙姑娘相提并论？早说了，能配得上仙君和魔尊大人的，还得是沙碧姑娘这般1等1的天仙。就是某些人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。魔尊仙君羞涩地别开脸，沙碧则绞着手指欲语还休，眼波在2人之间流转。趁着全场磕 CP 磕风上头，我俩火速遁走，闪进偏僻回廊死角。妈的！桃子憋着的火瞬间炸了，一脚狠狠踹在柱子上。老娘用9幽玄冰和灵泉教了3年才种出来的香香八角，一群蠢钝如猪的。我胸腔也堵着团火，赶紧想个法子，咱得找个正当理由开溜。月挂枝头时，3位祖宗回朝。谢清将抱着沙碧跨进门，眼神不由分说扫向桃子，沙儿不慎崴了脚，用你房间养伤。桃子瞪大眼，等等，我那些宝贝药草破烂已挪去偏殿。他袖风一扫，封了桃子鸟语花香的嘴。桃子气得很，跺了一下脚。娄烨暴毙斜倚门框，脸色比魔域的天还难看，抢人输给谢清将的邪火全冲我发。明日沙儿归我照料，你自寻住处，正殿腾出来给沙儿住。我眼底骤红，生生忍了下来。他俩一唱一和，抱着人往里走。沙碧柔弱无骨地偎在仙君怀里，发间珠钗轻晃。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桃子脸色骤白，猛地拽住我手腕。怎么啦？我问。不对劲，我好似闻到了很浓的浊气。他声音压得极低，不像魔，不像仙，倒像是。话音未落，沙碧搭在仙尊肩上的手指倏地收紧，力道之大，连谢清将都微微蹙了下眉，疑惑地低头看他。沙碧察觉失态，飞快松手。月光惨白，清晰地照见他颈后渗出一层细密冷汗。谢清将还在温声哄劝，沙儿，可是疼得厉害。娄烨不耐烦地伸手，蠢货，抱不稳换我。谢清将侧身避开，不必。2人争执推搡间，无人回头，无人注意廊柱阴影里我和桃子交换的那个惊涛骇浪的眼神。这一晚，我和桃子蜷缩在堆满杂物的偏殿里，堆在角落的魔鬼娇呛的人泪流满面，好不容易才昏沉睡去。天将破晓时，我猛然惊醒，桃子的半边身子已经滑到床下，人事不省。而3步之外的沙碧正闭目掐诀，黑气从他体内溢出，正丝丝缕缕钻入桃子口鼻。你做什么？我惊怒交加，瞬间抽出枕下符箓拍出，符力震开，沙碧尖叫着被弹飞。娄烨这废物靠不住一点，
还好从他宝库里顺来的法器还有点用。我冲过去扶起桃子，手颤抖着摸向他脉搏，沉稳有力。再凑近一听鼻息，鼾声均匀。我气得直接把他晃醒，醒醒，你差点被吸成干尸，知不知道？桃子终于悠悠转醒，沙碧瘫软在角落，目光却阴狠地盯着我们。我将桃子护在身后，咬牙一步步逼近沙碧，就这么急，连装都不装了。下一秒，一道红影掠至，娄烨护犊子般挡在沙碧面前，他一手护住他，另一只手带着凌厉掌风，狠狠裹在我脸上。我重重摔倒在地，脸瞬间疼到麻木。见我唇角渗血，他脸上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下意识想伸手。本尊只想推开你，未曾想。娄哥哥，沙碧猛地拽住他衣襟，泪水连连，幸好你来了，不然沙儿不敢想还要受嫂嫂何等折辱。好浓的西湖龙井。娄烨见此脸色一冷，收回了手，对我厉声道：打的就是你，你明知沙儿腿伤未愈，竟敢如此对她，放你爸的屁！桃子暴怒，他一早不躺床上养伤，专程跑来我们屋里找打是吧？我拦住想冲上去拼命的抱走桃，强忍脸上火辣辣的疼，一步一步走向娄烨。在他错愕的目光中，我抡圆胳膊，啪啪啪，10几个耳光扇出了残影。沙碧惊得目瞪口呆，娄烨脸上青红交错，彻底懵了。你反应过来，他捂着脸，声音都变了调，你敢打本尊？还打这么狠？不待他说完，我径直单膝点地，垂手抱拳，妾身犯上作乱，长乖魔尊，折辱沙碧姑娘，罪无可恕，自请褫夺侧妃身份，即刻前往寒云谷领罚10年，望尊上成全。桃子闻言，立刻上前，妾身同罪，甘愿同往。娄烨愕然，你们疯了？那地方你们去了就是送死。沙碧却轻轻拽拽他袖子，柔声道：寒云谷虽苦寒，性命却是无碍。两位姐姐刚烈，最该去那里磨一磨心性。娄烨抿唇，不再说话了。也好。一个清冷的声音自门外传来。谢清将缓步而入，尊上娶正妻乃是天经地义，你们既容不下山儿，此地也容不得你们。去寒云谷好生清醒清醒吧。桃子深吸一口气，只是2人，临走前总得让我们带走些物件防身。准。谢清将颔首。娄烨沉默片刻，也点点头。天刚破晓，我和桃子已经整装待发。带几样东西？说错了，是只给他们留了几样东西。永别了，听不懂人话的诸位。我特制的储物匣不过巴掌大，内里却拓了10丈空间。昨夜和桃子埋头苦塞，法器灵丹堆成山，金锭银票压成砖，30罐秘制牛油底料封在寒玉盒中，香菜麻酱用琉璃坛分装。直塞的匣子鼓胀圆润，透着一股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感。表面看是戴罪流放，实则我们每一步都踩在金山银山上，沉得脚步发飘，喘息如牛。高阶上，谢清将搂着沙碧的肩，娄烨扶着他的腰，3人活像燃冬的宣传蜡像。带几块破铜烂铁就把你们累成这样？谢清将嗤笑，演得这般难过，倒不如跪下向沙儿认个错。他店里还缺2个洒扫的婢女，你们正好向沙儿学学何为贤良淑德。桃子突然捂住嘴，哦。在众人惊愕目光中，他掏出手帕慢条斯理擦嘴角，见谅，仙君你嘴里有点味儿。我也别过头，冲他做了个猪鼻子鬼脸。谢清将气急败坏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娄烨啐道：两头蠢物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总算寻到一处清凉溪畔。我俩瘫坐下来，掏出昨日席上顺走的酱肘子。刚拆开油纸包，沉重的脚步声自身后传来。一个身形高大的魔修，拖着条血迹斑斑的铁链，正沿西岸走来。我目光被他手中之物定住，一只白狐，婴儿臂粗的铁钩已生生洞穿他的双耳。他被拖行着，浓稠的血液顺着雪白的皮毛蜿蜒而下，细瘦四肢在碎石地上无力刮擦，离出浅浅的痕。更扎眼的是他身后一只小小的幼狐，他几乎站不稳，却用尽全力叼住白狐的尾尖。小小的身体在地上拖曳，
发出微弱绝望的呜咽，却怎么也不肯松口。眨眼，妖族温良却复述，近年仙魔两界对他们的讨伐日益高涨，不想进到赶尽杀绝的地步。想到那俩强盗，我又多出一丝厌恶。桃子，我豁然起身，身旁的桃子早已默契地抖开了钱袋，眼神冷得像冰。开个价。几番交涉过后，魔修掂着钱袋子满意离去。我蹲下身，小心拆解白狐身上的铁钩，桃子也麻利地撒药止血。片刻后，药力渐生，两只白狐的气息终于平稳下来。微光闪过，竟出现两个极为清秀的少年。稍年长些的那个，虽然脸色苍白如纸，却本能地将弟弟护在身后，抬眼看我。他眼尾微扬，眉眼如同水墨勾勒，鸦羽般的睫毛下，一双眸子沉静无波。他是我幼弟。少年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。谢仙子救命之恩，我愿为奴为婢，任凭驱使。他目光落在懵懂依偎着他的弟弟身上，带上了祈求，但求放他离开。不必如此，我摇头，你们自去便是。少年微微一怔，似乎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回答。他忽而踏前一步，俯身极轻极快地舔了一下我的手背，一丝温煦湿润的触感倏然掠过，带着犬类天性的信任和亲昵。我们继续哼哧哼哧赶路，终于在日暮降临时来前踏入传说中的寒云谷。寒气往骨头缝里钻，妖风跟冰刀子似的刮脸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避风石，我立马一屁股瘫坐，骂骂咧咧。开什么玩笑，要真在这里苦熬10年，咱们得被风吹成肉臊子了。没有那么大块。桃子冻得牙齿打颤，麻溜地掏出纸笔，速战速决。把绝笔书搁着，回凡间当火锅店老板娘去。写啥好呢？我提笔憋词，我无言苟活，只求以死谢罪。正奋笔疾书，写到悲壮处，桃子突然猛戳我，压低嗓门说：“石头后面有尾巴。”我眼神一凛，示意他稳住，随即悄无声息地矮身绕后。桃子会意，继续念道：“悲哉痛哉！”悄声绕到石后，果然见一个黑衣身影鬼祟缩着，鼻涕被风吹得一甩一甩的。我指尖摸出一张昏睡符，啪地呼到他背上。那人连哼都没哼一声，身子一软，直接栽进雪窝，进入了婴儿般的睡眠。我冲桃子勾勾手指，搞定。桃子窜过来一瞅，乐了，嘿，咱们的绝笔信省了。随即他掏出个小瓶，往那人鼻下一晃悠，一股极淡的甜腻异香散开。齐活，桃子利索地收拾好瓶子，在他的美梦里，咱俩早咽气了。一通扒拉后，我们在他袖口内翻出一个蝴蝶样的印记。我挑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桃子耸肩，不熟。管他呢，记下样子，顶着刺骨风雪，深一脚浅一脚的狂奔，头也不回地扎向风雪之外，直奔人间烟火气。抵达凡间客栈，酒足饭饱后，我们终于睡上了几天以来第一个好觉。难得的好觉却被震天锣鼓硬生生砸醒。我睡眼惺忪地推开窗，嚯！底下红衣招展，人潮汹涌，喜气直冲云霄。桃子拉住个路人：“今天什么喜事啊？好不热闹。”那人咧嘴笑：“仙君大婚啊！苦追多年的沙碧姑娘终于娶进门了，3届同庆，那可是10里红妆，风光无限，天大的排场啊！”桃子脸上的笑一点点僵住，垂下了手。我心里一揪，谢清将那株宝贝的要命的仙植，100年来都是桃子起早贪黑照料，灵气养得精纯无比，可谁听他提过桃子，哪怕半字好。走！我一把扯过他，咱火锅大业可比臭男人香多了。他甩甩头，走。火锅铺子落在平安镇，名副其实，连街边野猫都只踩奶不伸爪。开业第1天，连招牌都没来得及挂，锅底刚沸，香味就勾了半条街的馋虫。我俩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端锅递菜，忙得脚打后脑勺。我刚把一盆颤巍巍的鲜鸭血炖在客人桌上，旁边仙风道骨的老者就惊呼出声：“妖族怎么也能进来？”只见角落桌上顶着鹿角的少年正小心翼翼涮着一片菌菇，闻言缩了缩脖子。同桌的魔族大汉也拍案而起，牛角差点顶翻屋顶：“老子付了钱，这菌子是老子先看上的。”诸位，
我抄起铜勺当的敲在锅沿，本店规矩，火锅面前众生平等，抢肉的靠手速，搞骑士的请出门，满堂计生，各吃各的。陆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正端着毛肚上桌，隔壁桌扯闲篇的声音钻入我耳朵。嗨，听说了吗？仙君魔尊那俩侧夫人私奔了，掘地3尺都没找着。那哪是私奔啊？说是逮着个贼人，都招认把他俩咔嚓了，上头死活不信，还满世界疯找，闹腾个没完。仙君那正头娘子才过门，俩爷们就满世界找旧爱，这新婚夜得多冷清呐！我手一抖，盘子差点脱手，猛地缩回后厨，抓过一顶罩纱，严严实实兜头罩住，才敢重新踏出去。好不容易熬到打烊，我和桃子蔫头耷脑的全在灶台后头，这店还没捂热乎呢，就要黄了。桃子有气无力地戳着灶灰，我瘫软，没办法，找到这就是时间问题。正发愁，叩门声响起，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是雪狐兄弟2人。年长的那位微微抬眸，血色长发映着烛光，衬得他眉眼如画。听得近日传言，少年声音有如碎雪落湖，想来主角便是2位姐姐。未等回答，他已轻声道：狐族的易容术，或可一解困局。一炷香后，铜镜中我们的面容已判若2人。太好了！我忍不住伸手轻轻戳了戳少年的脸颊，可帮了大忙了。少年耳尖倏地染上薄红，白玉般的指节迟疑着，终于轻轻点上我的眼睑。姐姐，他声音压得极低，带着不易察觉的色意，我们可以留下吗？我心目于你。我失笑，顺手揉乱他银发，小狐狸，先稳住你的人形再说。想留便留，不必说这些勉强话哄我。他倏地偏过头，脖梗都泛了红，并非勉强。桃子在一旁抱着胳膊，笑得一脸促狭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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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翌日，我们挂上了3界第1锅的招牌，仙族、魔族、凡人，甚至乔装的妖族都挤在店里，为一口滚烫麻辣的火锅嘶哈出气。修真界的美食很是清淡，火锅的辛辣杀出重围，热腾腾的锅气里竟也模糊了种族的界限。那对雪狐少年在其间穿梭忙碌，递菜端盘时，哥哥目光若有似无地掠过柜台，又像被烫到般倏地缩回，耳尖通红。这晚夜色吞尽天光，今天去采买的少年们却还没回来。我和桃子有些不安。铜漏第3声敲响时，店门猛地被人一脚踹开，少年被谢清将摁在血泊里，雪白的狐尾沾满血迹。娄烨的剑尖压着他颈脉冷笑，这畜生的嘴倒是硬，让我好找。声音忽然卡在喉间，与我们目光相撞的刹那，2人瞳孔骤缩。我抄起手边的铜锅砸了过去，趁他们闪避的空档，一把将少年拽回身后。2人看我们的眼里有复杂的光芒，分不清是喜色还是怒色。闹够了！半晌，谢清将的折扇唰地展开，跟本君回去。娄烨指节捏得爆响，你们竟敢！我和桃子并肩而立，嘴角扯出相同的冰冷笑意。我们一步也没有退。桃子轻声道：这儿才是。娄烨正愣了一瞬，就笑出了声，我当是什么泼天本事，原来就是窝在这烟熏火燎之地当厨娘。行了，戏也做够了。谢清将吃鼻，我做主，你俩一人给沙夫人好好道个歉，再给沙儿上翡翠店选个好料子，这事就算过了。这怎么行？娄烨说，沙儿她善良，但也不能委屈了她，得把这破铺子当了，给沙儿好好赔个礼才算完。谢谢，婉拒了哈。桃子眼皮都懒得抬。实话说，我认真道，这铺子1年的收益，够你俩在窑子里蹉跎100年的。围观人群里稀稀拉拉传出憋笑声，娄烨耳根通红，非要让3界看本尊笑话。我丝毫没打算给他面子，您自个儿不就是个笑话？眼见娄烨和谢清将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迟迟没有动手，也没流露出半分杀意，一旁的沙碧慌了神。他猛地踏上前，指着我们尖声指控：尊上，这2个叛逃的贱婢在此隐姓埋名，勾结妖族行商，分明是包藏祸心，怕是早已勾结外敌，背叛了仙魔2界。他声嘶力竭，
是要将叛徒的标签钉死在我们身上。谢清将眉头紧锁，仿佛终于找到了合理的台阶。夫人所言甚是，本殿近日也收到密报，总有形迹可疑的卑贱妖族出入此殿，遮掩行藏，却是该严查。叛戒之罪，加上方才的无理冲撞，两罪并罚，罪无可恕。我魔界刑律森严，容不得私情包庇，必须押回严加审讯。娄烨立刻接上，附和道：“交给沙儿审吧。”沙碧兴奋地变调，定让姐姐们知无不言。可随你。两道冰冷的声音几乎同时落下。桃子盯着沙碧因激动而挥舞的手腕，目光一凝，唇角忽然勾起一抹笑。他闪电般出手，一把扣住沙碧的手腕，另一只手猛地将她腕上那条从不离身的素白布带扯了下来。布带散落，一个暗红色的振翅欲飞的血色蝴蝶印记赫然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中。沙碧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惊恐地瞪着桃子。勾结外敌？桃子捏着布带，声音清晰而冷冽：“沙夫人，从我们初见第一面起，你手腕上就缠着这遮掩的布条，这印记看着可真是眼熟得很。”人群中，一位修士老者看清此印后，猛地倒抽一口冷气，失声惊呼：“血蝶印！”他急切地转向谢清将和娄烨，声音惊惧：“仙君，魔尊，此乃噬魂教的标记。此邪教专擅屠戮各族生灵，吸食死魂愿力修炼，凶残无道，乃三界共诛之恶啊！”我立刻高声接道：“那日寒云谷内遇袭杀我们的贼人，腕间烙着的正是此印。”而后又冷冷扫过娄烨和谢清将：“人在你们手上，想必各位比我们更清楚。”娄烨的剑哐当坠地：“你竟敢欺骗本君！”谢清将的声音压抑着风暴，眼神沉痛而冰冷地锁住沙碧，想借本君的手杀我们自己的人。证据凿凿，拿下！他一声厉喝，立刻有亲卫扑上，将面如死灰、挣扎尖叫的沙碧死死擒住。事情尘埃落定，见二人还处着，我和桃子直接赶人，无事请回，打烊了。谢清将盯着桃子，声音罕见的低软：“你给我养了300年的那株凝心草，昨天枯了一片叶子，你不去看看吗？”桃子搪塞道：“哎，您别试探了，想您想的都吃不下饭呢，油渍还挂着。”谢清将苦笑，他一抹嘴，干脆道：“行吧，压根没想。您面子扫地了，请回吧，莫丢份儿。”仙尊身形晃了晃，竟露出几分狼狈，当日无事被蒙蔽。他伸手想拽桃子袖角：“你会原谅吾的，你向来最体谅。”仙尊慎言。桃子退后一步，笑得明媚又残忍：“妾身如今只是平安镇厨娘，您与沙夫人情深意重，不敢叨扰。祝两位早生贵子。”另一边，娄烨把我逼到墙角，一抹血的扳指丢了。他嗓音沙哑：“回去给本尊重做一个。”我恍然：“哦，那个啊，我临走时顺手塞狗洞里了。”娄烨，您自己金口玉言，不需要我了。我学他当年的语气，摊手道：“想来有那博学广识的沙姑娘红袖添香。哎，总能止痛不是吗？”娄烨咬牙切齿：“你还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啊！我是不是还得夸夸你？”那谈不上，我敛了笑，拽过他衣领，迫使他低头。主要是，你我还真没拿起过。说完，我直接把门甩上，门栓落锁，将门外二人所有的错愕、悔恨与未尽的话语彻底封死。3界第一锅的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自那日揭穿沙碧真面目后，店里生意越发红火，银钱像雪片般飞来，钱袋鼓得能当枕头用。这日暑气正盛，我蹲在店外的石阶上扒拉午饭，突然一双手从竹林里伸出，猛地将我拽了进去。饭碗脱手，鲜亮的肥牛饭可怜巴巴地扣了一地。我怒目回头，竟是娄烨。几日未见，他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攥着我手腕嘶声道：“跟我回去，正妃之位，本尊许给你便是。”我笑出了声：“正妃，放着逍遥快活的老板娘不当，回去给你当老妈子。”我用力抽手：“魔尊大人，劳驾抱着那位是魂邪神回家去，索死吧！”娄烨猛地收紧五指，
眼底燃起偏执的火，你心里分明还有本尊。突然，他鼻翼翕动，眼神骤冷，你身上怎有狐妖的气味？关你屁事！话音未落，他竟低头一口咬在我肩窝。本尊要留个印记，让三界都看清，你是我的女人。尖锐的刺痛传来，血腥味弥漫，我疼得龇牙咧嘴。行啊，不过……指尖抚上他紧绷的侧脸，我讲究礼尚往来。他眼睛一亮。当晚，我和桃子酒足饭饱，宴足入梦。第二天，全修真界炸锅了，魔尊深夜捂脸遁回魔宫，左脸顶着个巴掌印，红得发亮。闺蜜咔吧嗑开瓜子，你干的？礼太重，他没接住。我嗦着火锅粉含糊道。旁边少年抿唇浅笑，白玉般的指节忙碌着，又往我俩碗里各添了一只包好的虾。我伸筷轻敲他手背，别包了，碗里都快溢出来了。少年耳尖微红，却固执的又塞来一只，姐姐太瘦。窗外阳光正好，而铜锅里的红汤咕嘟咕嘟冒着泡。沙壁被锁在行山雪翻下那日，谢清将的仙君宝座便塌了半边。邪教头子当正妻，长老们连夜凿了块史上最虾耻辱碑，被过路散修编成了打油诗传唱三界。娄烨更惨，闭关前账本被翻了出来。此前为讨沙壁欢心，他竟然挪用了3成军饷买首饰。魔将们气得把他玄铁王座融了，打成一口巨型鸳鸯锅送来后厨。我们回赠终身毛肚券，全当遇到傻子的抚慰。至于那3个祸首，早被绑在行山最高处，成了血翻下日夜哀嚎的活碑。仙魔2界空悬的权柄，如今成了烫手山芋。直到某日，魔族老将们聚众涮辣锅，尽兴间拍桌。老子不管，能给魔族吃上口热乎饭的，就是好君主。就这样，3界一呼百应，民意沸腾了。我俩了然，抬手碰杯，这烫手山芋就当连锁店开业随礼好了。自此，火锅分号开遍3界，妖族的菌菇，仙界的灵笋，魔域的烈火椒在汤底共舞。太平和味，7分辣2分麻，剩下1分是抢肉时溅起的油点子。腊八夜，新上任的仙修外卖骑手御剑掠过行山，朝着火锅总店疾驰。保温箱里麻辣牛油香飘10里，鸡的锁链上的3人啃食石壁嘶吼。雅间内，我捞起一片毛肚，快尖遥指窗外高峰，有点吵耳朵。我嚼得嘎嘣脆。桌下雪狐尾巴缠住我脚腕轻挠，姐姐嫌碍眼。我寻个雷雨夜，留着。桃子夺过话头，抿了口胡弟弟递来的酸梅汤，玻璃杯外凝结的水珠滑落，滚入红汤。好歹是咱们太平3界的天头，下饭。又是一年初雪，火锅店挂上了衬景的红灯笼，雪粒子簌簌砸在灯笼上，我和桃子2个土狗滋哇乱叫，满院疯跑。雪狐兄弟抄着手倚在廊下，看傻子似的瞧我们。桃子找着结梅枝，踮脚往雪狐弟弟头顶比划，你小子个子蹿这么快，以后矮矮的老子还怎么使唤你？眉之间戳的少年银发微乱。弟弟眯了眯眼，忽然俯身，冰凉的鼻尖蹭过他冻红的耳廓，姐姐嫌我高。他喉间滚出低笑，温热气息喷在桃子颈侧，容易啊。下一秒，骨节分明的手猛地箍住他腰，往上一拖。桃子惊呼离地，整个人被举到他视线平齐的高度。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议论声，快看那对卧龙凤雏又在霍霍仙兽。少他故意颠了颠臂弯，吓得桃子一把揪住他衣领，放我下来，小畜生！桃子扑腾怒骂，耳根却红得滴血。不放！少年又坏心眼地掂了一下，看他慌忙搂住自己脖子，才得逞地笑开。姐姐耳根红得能烫栗子，放下来多可惜。我抓把血塞进桃子后领，醒醒！这血狐崽子段位比你那爆辣锅还黑。转头撞见哥哥清凌凌的目光，我又叹了口气，还好哥哥纯良乖巧好把控。雪狐哥哥闻言轻笑，尖牙一闪，夭夭姐，您上回偷藏的话本子。我抄起扫帚就追，小畜生闭嘴！今晚火锅给你下黄连，信不信？屋檐冰冷咔咔响，雪地里2对追逐的脚印乱成一团。少年清亮的笑声响彻院子，撞碎了雪幕。
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